在名利场里，最震耳欲聋的往往是沉默。当我们习惯了用热搜频次、代言数量和红毯造型来衡量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时，王一博在过去2年里选择了一种近乎自杀式的隐匿。没有综艺里的插科打诨，没有机场的熙攘围观，甚至连社交媒体的更新频率都降到了冰点。在流量逻辑至上的内娱，这种长时间的消失通常意味着被遗忘。然而，8月17日，当时装男士8月刊的封面大片毫无预兆的释出时，市场给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反馈，仅6个小时，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如同决堤般冲破3亿大关。更令人玩味的是，这场狂欢的焦点并非他身上的高定，也不是那些精雕细琢的光影，而是评论区里铺天盖地、近乎执念般呼唤的一个名字——李默。这是一个尚未在银幕上正式露脸的角色，出自导演程耳尚未上映的新作《人鱼》。一组静态的杂志封面，竟然能让一个虚构的角色在公众的脑海中提前完成了显影，甚至直接拉动票务平台单日想看人数暴涨超15万。这已经超越了常规的粉丝狂欢，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演员质感与角色魅力的集体心理投射。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连呼吸都要被计算曝光率的时代，王一博究竟用了怎样的魔法，让一个还未出场的角色拥有了如此摄人心魄的幽灵般的存在感、悬浮与失重、金丝眼镜下的心理迷宫？要理解这种未播先火的奇观，必须重新审视这组引发海啸的封面大片。它之所以能精准击中大众的审美与心理软肋，在于其构建了一种极其迷人却又令人不安的矛盾张力。镜头里的王一博褪去了以往那种极具攻击性的锐利，也收起了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张扬。他戴着一副细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清冽、克制，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嘴角没有一丝弧度，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世俗的情绪，静静地陷在一张吊床里。他身着剪裁利落的深色大衣，身体微微前倾，双手随意搭在膝盖上。这绝不是一个常规的为了展现帅气而设计的摆拍，而是一个充满故事感的定格。他像是一个刚刚从某个幽闭空间逃离的幸存者，又像是正犹豫着是否要重新踏入那片禁锢的囚徒。杂志团队在幕后透露，整组拍摄的创意核心围绕边界与悬浮展开。这并非是对人鱼电影场景的简单复刻，而是试图捕捉演员与角色灵魂交融后那种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独特气场。于是我们看到了更多充满隐喻的画面。他有时静坐在狭窄的窗台上，背后是手绘的残旧木屋，透着一种被时代或空间遗弃的荒凉。有时他又仿佛化作巨人，栖息在低矮的房屋模型旁，一只手随意垂下，指尖将触未触地悬在瓦片之上。这种物理尺度上的刻意错位，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恍惚感与孤独感。它完美地暗合了人鱼此前流露出的那句极简却深刻的剧情梗概：他在人群中寻找自我，却发现自己已然不属于任何一方。吊床，这个看似松弛的道具，实则是整组大片的灵魂。它没有坚实的根基，随风摇曳，承托着身体的重量，却给内心带来一种持续的失重感。这种身体悬空、内心坠落的奇妙体验，并非摄影师的凭空想象，而是王一博在人鱼剧组最真实的生理与心理记忆深潜与苦行。水下的8小时与南方的风，把时间的指针拨回2024年。在无名大获成功后，导演程耳宣布了新作《人鱼》的计划。程耳的电影向来以极致的视听语言、压抑的氛围和对人性幽微处的残酷剖析著称。对于任何演员来说，踏入程耳的镜头都意味着要经历一场扒皮抽筋的重塑。彼时，关于人鱼的信息被封锁得密不透风，没有路透，没有剧照，只知道故事发生在南方沿海城市，交织着身份与记忆的迷局。在外界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盲区，但对王一博而言，这是一次主动踏入深水区的选择。据剧组零星透出的消息，为了这个角色，王一博展现出了近乎苦行僧般的偏执。他毅然推掉了同期送上门的多部高片酬商业片，将自己关在训练室里长达半年。他不仅要克服生理极限，每天在冰冷的水下浸泡超过8个小时，练习复杂的水下动作和憋气技巧，还要死磕语言关，一遍遍地揣摩，练习那种带着潮湿海风气息的南方口音。在时装男士的拍摄现场，摄影师曾感叹，那天的片场安静的可怕，只能听到快门的卡嗒声。王一博全程没有笑，那种安静不是演出来的，而是长期处于高压、封闭的角色状态中，身体自然形成的一种防御机制和疲惫感。当团队提出想要一种松弛而紧绷的视觉效果时，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吊床的构想。
因为他太清楚李默在水下挣扎8小时后，爬上临时网床凝视天花板时，那种灵魂出窍般的游离感了。他把李默的痛楚、迷茫和那种在深水中无法呼吸的窒息感带到了平地的吊床上。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看这组照片时，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揪心。他不是在展示一套漂亮的衣服，他是在展示一个正在溺水的灵魂。蜕壳与阵痛，从偶像到演员的残酷剥离，要理解王一博今天的境，就必须回顾他曾经的动，以及那场至关重要的蜕变。2023年春节档，无名横空出世。在那个神仙打架的档期里，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成为了最大的惊喜之一。台词寥寥，他几乎完全依靠眼神的流转、肢体的微表情和那种在刀尖上行走的紧绷感，刻画出了一个深沉、复杂、隐忍的地下工作者。9.31亿的票房是市场的认可，而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则是专业领域的盖章。尽管最终与奖杯擦肩而过，但评审团给出的那句评价，完成了从偶像到演员的关键蜕变，却重若千钧。这不仅仅是一个奖项的提名，更是他亲手打碎过去那个被流量和光环包裹的王一博，重塑骨血的开始。无名之后，王一博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业内人士不解的决定，他大幅削减了曝光，拒绝了常驻综艺的邀请，减少了商业活动的频次。在2024年全年，他仅参与了2个品牌活动。到了2025年，除了潜心拍摄人鱼和另一部现实主义题材文艺片，他几乎在公众视野中查无此人。在流量时代，这种操作无异于逆水行舟。有经纪团队曾私下评价他对自己过于严苛，甚至有些轴。但王一博心里很清楚，演员的羽毛是经不起过度消耗的。如果每天都在热搜上消耗神秘感，当观众走进电影院时，看到的就只会是王一博，而不是叶先生或李默。他选择了一条最笨但也最踏实的路，用作品说话，用角色隐身。他将所有的精力、时间和情感都倾注到了那个尚未见光的南方故事里。这种沉默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定力，是对演员这2个字最深沉的敬畏。喧嚣与冷眼，一场关于过度消费的辩驳。当然，伴随着时装男士封面的爆火和人鱼想看人数的狂飙，质疑声也如期而至。一种刺耳的声音认为，电影还没上映就急着发这种极具角色暗示的封面，是不是在过度消费角色？是不是在利用人设提前炒作，为票房铺路？这种质疑看似犀利，实则经不起推敲。如果我们仔细翻阅王一博近3年的公开行程，就会发现这种炒作论有多么荒谬。一个真正想靠流量炒作的人，不会在事业最巅峰期选择断崖式降温，不会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把自己泡在水里练习憋气，更不会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每月1次的龟速更新。对于正处于商业价值顶流的演员来说，保持热度、频繁刷脸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常规操作。王一博的反常，恰恰证明了他对人鱼这个项目的敬畏，以及对李默这个角色的保护。他不是在消费角色，他是在用自己的信誉和2年的沉淀，为这个角色做最庄重的背书。更何况，真正懂行的人，从一组花絮中就能看出他到底有没有在演。在官方释出的拍摄幕后视频里，有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当王一博从吊床上起身时，绳索突然松脱了一下，他的身体随之微微晃动。现场的工作人员本能的惊呼，并向前涌去，试图保护他。但王一博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顺势展现偶像式的甜美微笑来化解尴尬，他只是静静地扶了扶那副金丝眼镜，稳住身形。然后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根松开的绳结，那一刻他的眼神冷静、疏离，甚至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审视，仿佛正在确认某种潜在的危险已被排除，或者在评估周遭环境的安全性。这个不到3秒钟的本能反应，彻底击碎了所有关于炒作的质疑。这根本不是一个偶像在镜头前的条件反射，这是一个久居抑郁、时刻处于警惕状态的李默的灵魂附体。他的潜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那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南方沿海城市里。他不需要去演李默，因为在那一刻，他就是李默。留白处的惊雷，从无名里在黑暗中前行的叶先生，到人鱼中在人群里迷失的李默，从金鸡奖提名的破局，到如今一组封面引发的角色热议。王一博正在以一种几乎不可逆的姿态，一步步剥离自己身上流量明星的标签，完成像电影演员的残酷蜕变。他不急于向外界解释自己的选择，也不急于用奖杯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把每一次极其珍贵的公开露面都调整到与当下角色最同频的状态。
这组时装男士的封面，或许不是他职业生涯中视觉最华丽、最耀眼的一组作品，但毫无疑问，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接近演员本真、最触及灵魂深处的一次深刻表达。2年不露面，换来的是单日想看人数猛增超15万的奇迹。这看似是一个反常识的数据，实则是市场对长期主义最热烈的回应。观众并不傻，他们能分辨出什么是流水线上的工业糖精，什么是用汗水、痛苦和时间熬出来的艺术质感电影。人鱼还没有上映，李默的故事还在深海中潜伏，但王一博已经用他的沉默与爆发，提前为我们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我们不知道，当电影真正上映时，这个戴着金丝眼镜、坐在吊床上的男人，还会在荧幕上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但可以肯定的是，当灯光暗下，龙标亮起，那个在人群中寻找自我的李默，一定会带着王一博这2年的全部重量，狠狠地砸进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而在那之前，且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毕竟，最震耳欲聋的雷声，往往酝酿在最深的沉默里。